大家好，我是曼大，感谢版友的支持，让我们成功达成2000订阅。这集2000订阅特别篇，曼大想分享投资路上的心路历程。本文参考大人哥在2023年10月5日的发文，长期投资的重要一课，接受亏损的必然性。这篇文章曼大看了非常有感触，于是即由这篇文章来穿针引线，用文中的重要逻辑，分享曼大投资路上部分心路历程。这集特别篇的主题是，接受亏损才能迎来大赚。先剧透本集最重要的重点，未来在面对股市下跌，您可以告诉自己下面这段话：为什么要因为股票下跌而担忧？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当您把心态调整好，接受股票必然会下跌，面对股市心情就会平静。您可能会觉得用嘴巴讲谁不会，接受下跌哪有这么简单？让您看看曼大面对亏损的真实情况。左图是2022年10月中的美股部分标的 Oilq、Sum、Wu、Tot、陆金所及阿里巴巴，其他持股如微软、谷歌、英特尔、米塔、奈飞没有在清单上。这一年通膨失控导致股债双杀，我在米塔从高点382元回荡 10%，345元时买进后，一路跌到88元，部位亏损最高达 75%。阿里巴巴从210元买进后最低跌到56元，我还一路抱到现在，部位亏损最高达 74%。陆金所更惨，从12元跌到 0.6元，最后市股并成一股，避免市值低于1元被下市。现在市值虽然小幅回弹，仍只有海股前 0.75 元的价值，部位亏损最高达到负 95%， 至今仍在负 70% 左右。阿里巴巴跟陆金所两档入股，当时为了负相关的布局，买了台币约200万，最惨时剩下40多万，200万部位总亏损超过150万。在股市中遇到 50% 以上的跌幅，我也曾经历过好几次。接受投资就是会遇到亏损这件事情，面对持股的下跌，我已经可以坚持下去，坚持到整体资产慢慢往上走，真正做到长期投资这件事。接受亏损的必然性，唯有看懂这句话，您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做到长期投资，有些人不行。有看曼大500订阅特别篇版友就知道，曼大理财启蒙老师是一位同事参加 MJ 老师的超级数字力课程。我跟同事约好每周一次午餐财商会议，分享我们每周学到的理财知识与看好的股票。真正有逻辑的看财报，是从 MJ 老师的超级数字力课程开始。经过一段时间和同事的教学相长，其实在2017年，我和同事很快的就用 Excel 将选股逻辑流程化。如上图所示，当时还没有超级数字力独孤9剑的财报网站，现在您只要在独孤9剑网站上按住 ABCDE， 一步步的指导分析，搭配曼大的零成本存股系列影片，很快就可以学会如何快速判断一间公司究竟可不可以长期投资。曼大和同事一起研究之后，很快就学会如何用财报选出绩优股。从2016年底存股至今，在持续有兴趣的学习之下，自认为又进化了不少投资能力，至今才算是获得不错的投资报酬。2024年6月接触到大人哥《杠杆 ETF 投资法》这本好书，越看越觉得相见恨晚。台股也在2024年的7月创下24000点的历史高点，元大50正2 00631也创下281元的高点。阅读文章知道大人哥是在2020年就开始建仓50正2 ，2020年他的持仓中就拥有139张元大50正2，今天市值大约3500万新台币，这只是资产中的一部分，已经可以买到竹北房了，令曼大感到非常敬佩。大人哥杠杆 ETF 投资的好观念，也在 PTT 上广受讨论。随着杠杆 ETF 投资迷思的解答，透过50正2在股市中获利人数也越来越多。大人哥的财商知识频道，更是给我了很多启发，也帮助我突破不少财商盲点，在财商知识上更上一层楼。正所谓学无止境，或者一山还有一山高，长江后浪推前浪等等，都可以用来形容大人哥的著作。我认为这本书的内容的充实度，绝对比市面上的投资达人的著作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杠杆 ETF 投资法是台湾第一本介绍杠杆 ETF 的专书，认真看完这本书的读者，一定可以学到如何轻松打败0050和0056的投资方法。曼大推荐给版友学习，好好理解完书中的内容，将可对于杠杆型 ETF 怎么可以长期投资，杠杆型损耗很大不能长期持有，杠杆型很危险不要碰，没有配息不要投资等等迷思，有重新的认识，定可以获益良多。也推荐版友阅读大人哥的部落格，浅谈保险观念，免费财商好文，不怕你学，只怕你有借口说没时间，静不下心来读文章，只想听人报名牌。我们是漫好频道，目前知名度不高，在制作影片的当下，目前是2518订阅，在我们努力不懈的持续经营下，会慢慢变好，越来越好。期待版友在频道中找到您的收获，再帮忙我们漫好频道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
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您的鼓励是频道持续经营的动力。慢好频道期待和版友教学相长，一起学习共好。为什么一遇到股票下跌，我们就会恐慌呢？看住股价不断往下走，想象自己已经亏损多少资金，就越想越不舒服。后悔要是当初不要买进就好，现在就不用承受套牢的痛苦。有在投资的版友，一定有过上面这些想法吧？这个段落，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害怕亏损的主要原因，以及如何面对亏损这道难题。如果能看到最后，您可能有机会明白每一个长期投资者都知道的真相。接受亏损是长期投资者的必经之路。首先，我们为什么会怕股市下跌？其实股市必然存在波动，有上涨也有下跌，就像心电图一样上下起伏，这是必然的现象。倘若不会下跌，意味着也不会上涨。我想您不会把全部资产放在毫无波动的定存上。欣赏波动是成为一名投资者的重要功课。能够做到长期投资的人，都是能够接受波动的人。大人哥非常推荐一本书，台面下我是这样投资，其中一位作者克里斯汀分享的这段话，非常值得我们细细体悟。我们都知道股市会不断重复涨跌的循环，所以我们从来不会在股市下跌期间感到担忧。事实上，往往必须假装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在遇到股市波动时感到害怕和慌乱，但其实我完全无法感同身受。我已经在股市超过8年的时间，曾经遇过几次投资部位亏损超过 50% 以上，但我依然坚持长期持有的理念。可是过程中其实是难受的，我也没办法做到没有知觉，面对下跌情绪还是会有起伏。而作者居然能说自己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感到害怕，实在令人难以想象。细细感悟、思考这段话，才能明白作者的想法。因为作者是打从心底明白，股市本来就是涨跌交替，上涨跟下跌本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，这是投资者在投资以前就应该也必须要知道的。我们回头来说，如果您已经知道投资不是有可能下跌，而是一定会下跌，您何必对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感到担忧呢？现在外面下雨，你打算出门，那地上有雨水，不是很正常吗？那投资者为何会害怕下跌？答案就出在不确定性这4个字。人生充满许多的不确定性，而这些不确定往往带来极大的压力。伦敦大学曾做过一项研究，研究团队让参与者玩一个电脑游戏，他们要在许多块岩石中翻开其中一块，而在某些岩石背后可能会躲着一条会攻击人的蛇。一旦翻开背后藏着蛇的岩石，参与者将会被电击。用这种方式来测试压力值的变化。研究结果发现，参与者面对不确定的情况压力最大。想象岩石后面有没有蛇时所感受到的压力，比确定岩石后面有蛇的压力来得更大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人们希望自己面对的是确定的结果，是可以掌控的结果。当你已经确定会面临什么状况，即使是糟糕的状况，人的压力仍会减轻。人性就是讨厌未知，只要这件事情不确定，我们就很容易紧张。我在生命中有过几次在房间看见拉亚的经验，而我的经验是，只要拉亚没有确定离开我的房间，我就睡不住。因为不确定拉亚还在不在我房间，我会非常紧张，甚至根本睡不住。所以我一定要马上处理，确认拉亚已经不在我的房间，我才能安心睡觉。不知道版友有没有在房子看见拉亚的经验，而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？欢迎您在留言区跟曼大分享。我们继续回到主题，投资就跟岩石藏蛇的游戏很像，投资人每天都会翻开一块岩石，看看后面有没有蛇，没蛇上涨，有蛇下跌。这个游戏日复一日的进行，每时每刻都在猜测。白天看完台湾股市不够，晚上还要关心美国股市。投资人日夜玩着猜测涨跌的游戏，只要不愿意接受岩石背后必定有蛇，也就是投资必然会遇到下跌亏损这件事情。在担忧下跌的投资人眼中，涨跌是不确定的，只要不想接受下跌，就需要不停地猜。只要还在猜，不确定性就会使你的压力提高，这也是损失厌恶的由来。我们总是想避开下跌，却因此错过长期的报酬。接受亏损。看到这边，我们终于能够看懂作者这段话的意思了。为什么人们会在遇到股市波动时感到害怕和慌乱？但其实我完全无法感同身受。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无惧亏损？因为他们早已将下跌视为很正常的事情，所以下跌必然存在。不用猜测岩石背后到底有没有蛇，股市到底涨还是跌，这些并不重要，因为下跌必然会发生。您投资一定会承受下跌，这是长期投资无法避免的过程。股神巴菲特的投资生涯经历过许多事件，每一次股灾看起来都好像不可能恢复了，连股神都曾经遭受这些亏损。那我们觉得损失是有办法避开的吗？我们看这张股神巴菲特亏损历史图，我们得知到这可是股神的表现。股神在长期投资这条道路上，资产曾多次遭遇亏损20%到40%的大事件。我们可以想一下，既然无法避开下跌，
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加强自己的认知。我们可以试着理解，下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当你能够理解下跌并不是有可能发生，而是必然会发生时，或许您的风险承受度就可以增加了。这是期待落差的问题。当您期待股市只涨不跌，那您肯定会被现实打脸。当您知道股市必然下跌，提前做好准备的人将能接受亏损的不适感。当您认知越强大，风险承受度就越高。如果我们把长期投资想得很简单，认为一路平顺，那您的风险承受度将会非常低。因为错误期待会让我们面对阻碍时产生更大的压力。如果我们早就知道长期投资必然会面对大跌，长期投资这条路从来都不好走，那么我们的风险承受度就会逐渐变高。因为我们已经将期待拉高，面对下跌时的压力就会变小。因为我们早就知道了，所以不要再去猜测涨跌了。这种不确定性会带给你更大的压力，让你更难做到长期投资。只要你把投资期间拉长到数十年，中间肯定会遇到几次大跌，不是有可能，而是一定会。能调整好心态的人，面对大跌就能越轻松。反之，心中抱持着能够高卖低买的人，永远会处在不确定性之中，压力山大。最后，我们来重点回顾一下： 1. 股市波动涨跌是正常的，有涨就有跌。2. 会怕下跌的人，都是不想接受亏损的人，认为自己能抓对时机，避开跌幅，上涨再买入。3. 研究证实，当人们面对不确定性，不知道有没有蛇，会比已经确定结果，必定有蛇的压力更大。4. 想做好长期投资就别心存侥幸，幻想自己能避开所有下跌。5. 下跌亏损不是有可能，而是一定会发生。接受这件事情，你的投资心态就会更加坚定。以上就是我们这集特别篇的内容。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我们再来讨论。谢谢，下期见。